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凌晨12点，你刚拖着疲惫的身体合上电脑，习惯性地刷开朋友圈。第一条是前同事环游世界的9宫格，配文人生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第二条是大学同学晒出的 MBA 录取通知书，定位在世界顶尖学府。第三条是某个创业朋友官宣融资成功的喜讯，估值后面跟着一串你数不清的零，你默默地给他们都点了个赞，然后放下手机。天花板在黑暗中显得格外压抑，一种熟悉的焦虑感像潮水般将你淹没。你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太慢了？于是你开始加速，看到同事升职，你立马打开招聘软件，不管3721，先投个几十份简历再说。听到朋友靠副业月入过万，你立刻下单了几十门从0到1的速成课，从短视频剪辑到 AI 绘画，把自己的日程表塞得密不透风。看到邻居摇中了新区的房子，你连夜研究楼市政策，盘算着怎么把手头仅有的积蓄变成一套房子的首付。这些着急的情绪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雪球，把你的理智、耐心和对生活的热情全都卷了进去，越滚越大，直到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压垮你的甚至不是现实的压力，而是你自己一手制造的无边无际的焦虑。我们似乎都掉进了一个怪圈，我们如此渴望快速成功，却发现自己越努力越焦虑。我们如此害怕被落下，最终却在慌不择路的追赶中迷失了真正的方向。今天我想和你聊聊这个时代的通病——速成瘾。我想通过我身边3个朋友的故事，带你一起看清那些催着你快点跑的，究竟是时代的机遇，还是精心包装的陷阱。小 A 的知识付费迷局，他买了300门课，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我的朋友小 A 是个极其上进的年轻人，也是我朋友圈里最忠实的知识付费用户。他的手机里下载了市面上几乎所有的学习 App， 从30天掌握 Python， 轻松实现数据分析，到21天搞定商业思维，让老板对你刮目相看，再到7天学会理财，实现财富自由。他的购买记录堪称一部当代青年焦虑图鉴。去年 ChatGPT 火了，小二话不说，花999元报了个 AI 实战训练营，群里每天分享着各种眼花缭乱的咒语和变现案例，他看得热血沸腾，仿佛下一个时代新贵就是自己。没过2个月，短视频带货又成了风口，他又花1999元加入了一个号称顶级操盘手带队的社群，梦想着靠几条视频就能撬动100万流量。结果呢，他的 Python 课学到第3章函数就再也没打开过，他的商业思维导图还停留在第1课的 SWOT 分析。至于 AI 和短视频，他除了在硬盘里存下几百个 G 的学习资料和一堆用都没用过的效率工具外，什么也没留下。他常常在深夜向我吐槽，为什么我学了这么多，懂得这么多道理，却依然感觉自己一事无成。我说，你这不是学习，你这是囤积。你囤积的不是知识，而是我在努力的虚假安全感。小 A 的问题是无数着急的年轻人的缩影。我们害怕被时代抛弃，
所以疯狂地追逐每一个风口，试图用短平快的方式为自己的未来上保险。但我们恰恰忘了，任何真正的技能都需要时间的沉淀。就像种地，天天扒开土看种子，种子反而发不了芽。那些打着速成旗号的课程，就像给刚种下的菜苗浇开水，只会把它活活烫死。他们贩卖的不是知识，而是你的焦虑。你急着要一个结果，最终却在浅尝辄止的死循环里耗尽了所有的热情和专注力。股神老王的滑铁卢，他靠运气赚来的钱，最后都凭实力亏了回去。如果说小 A 的故事是瞎努力，那我的另一个朋友老王则是瞎成功的典型。老王是我认识多年的一位老大哥，前几年在牛市的浪潮中，靠着几只妖股，在短短半年内把50万的本金翻到了500万。那段时间他可谓意气风发，在我们这群朋友里俨然成了股神巴菲特的关门弟子。饭局上他不再聊实体经济的难，张口闭口都是 K 线、市盈率、护城河。他坚信自己找到了财富的密码，辞掉了原本稳定的工作，租了个豪华的办公室，专心致志地做起了职业投资人。他开始变得着急，他嫌价值投资来钱太慢，开始追涨杀跌，玩起了高风险的杠杆和期权。他每天盯着屏幕上红红绿绿的曲线，心情像坐过山车一样，赚了就所向披靡，亏了就加倍下注，想一把捞回来。后来的故事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市场风向一变，他那些所谓的投资逻辑不堪一击。不到1年，500万的盈利不仅亏得一干二净，还倒欠了银行一大笔钱。那个曾经高谈阔论的股神，一夜之间又变回了那个为生计发愁的中年男人。老王的故事让我想起一句话，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急着赚钱的人最容易把运气当成能力，他们看不到那些突然成功的背后是别人多少年的默默耕耘和认知积累。他们就像一个想在3天内跑完马拉松的短跑运动员，只顾着研究如何冲刺，却忘了长跑最重要的是配速和耐力。这种目标和能力的错配，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你急着想要结果，所以无法忍受任何的等待和延迟。你把人生当成一场赌博，最终只会被概率无情地清算出局。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既然着急是毒药，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就躺平吗？当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放弃努力，而是改变努力的方式。真正的成长不是比谁动作快，而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然后坚定地走下去。找到你的时区，从追赶模式切换到积累模式。首先，你必须从内心深处接受一个事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时区，你不用跟任何人比速度。美国前总统奥巴马55岁才退休，而上任总统拜登78岁才上任。有些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但可能50岁就去世了。有些人50岁才当上 CEO， 却健康地活到了90岁。这个世界，有人在你前面，有人在你后面，但你们都在自己的赛道上跑着自己的比赛。所以请停止无谓的比较，
把视线从别人身上收回到自己身上。你需要做的不是超越谁，而是确保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这就是积累模式的力量。它看起来很慢，但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魔法——复利效应。你不用强迫自己一年读100本书，但如果你能坚持每天读15分钟，1年下来至少也能读完12本书，5年就是60本。这60本书构建的知识体系，足以让你在某个领域成为专家。你不用幻想一夜暴富，但如果你能坚持每个月强制储蓄2000元，并找到一个年化5%的稳健理财，5年后，你将拥有超过13万的本金和收益。20年后，这个数字会变成近80万。你不用追求认识多少大佬，但如果你能每周真诚地维护3个客户或朋友，1年下来，你就能积累起超过150人的高质量人脉网络。慢，但是不停，这就是普通人逆袭的唯一通路。学会系统思考，从单点突破升级到全局优化。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着急，是因为我们把人生看成了一个个孤立的点，而不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我们觉得只要事业这个点突破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于是，我们不惜牺牲健康去换取奖金，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去换取晋升，但最后往往发现，用加班赚来的钱远远不够支付未来的医药费，用疏远换来的职位也无法弥补亲密关系的裂痕。真正聪明的人都懂得用系统思维来管理人生。他们明白，人生就像一个投资组合，里面有事业、健康、家庭、学习、人际等不同的资产。你的目标不是让某一项资产疯涨，而是让整个投资组合健康、平衡、可持续的增值。工作再忙，也要给健康这个资产留出足够的时间。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每周3次的锻炼，这不是消费，这是对你人生最重要的投资。事业再重要，也要给家庭和朋友留出情感的预算。一通电话，一次聚餐，一份用心的礼物，这些看似无用的举动，恰恰是你对抗人生无常时最坚实的后盾。生活再安逸，也要给学习这个资产持续注入资金。每天看几页书，每周学一个新技能，每月复盘1次得失。只有持续学习，你才能拥有对抗不确定性的底气。当你开始用全局的视角看待人生，你就会发现，很多让你焦虑的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你不会再为了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急赤白脸，因为你着眼的是整个战局的胜利。李叔的盆栽哲学，用行动来治愈焦虑。我的邻居李叔是个退休的工程师，也是个狂热的盆栽爱好者。他的小院子一年四季都生机勃勃。我曾经问他，养好一盆名贵的松树有什么秘诀吗？他笑着说，哪有什么秘诀，无非就是顺其自然，耐心等待8个字。他说，养盆栽急不得，什么时候该浇水，什么时候该施肥，什么时候该修剪，什么时候该晒太阳，都有它的规律。你不能因为想让它快点长，就一天浇8遍水，那只会把根泡烂。你也不能因为觉得它长得不好看，就胡乱剪一通，
那只会把它剪死。你要做的，就是把人能做的事情，都做到极致。比如了解它的习性，给它配最好的土，用最合适的肥。做完这些，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它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都是他自己的事，你急也没用。我恍然大悟，李叔养的不是盆栽，他养的是一颗不着急的心。这其实是治愈焦虑最根本的方法，用持续正确的行动来代替无意义的胡思乱想。当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而焦虑时，最好的办法不是空想，而是立刻去学习一项新技能，或者去读一本能帮你认清形势的书。当你为自己的健康状况而担忧时，最好的办法不是上网查各种吓人的症状，而是立刻预约一次全面的体检，并开始规律的运动。当你为人际关系而烦恼时，最好的办法不是猜测对方的想法，而是鼓起勇气，进行一次真诚的沟通。当你的大脑被做事占据时，它就没有空间去焦虑了。那些始终能在行业里站稳脚跟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有多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像李叔一样，始终不急不慌，在自己的领域里日复一日的浇水、施肥、修剪。他们用持续的行动构建了自己最深的护城河。聊到最后，你会发现，改掉着急的毛病，本质上是要完成一次世界观的重建，从及时满足的信徒转变为长期主义的践行者。不着急的人都有一种近乎信仰般的笃定，他们相信今天存下的每一分钱都会在未来变成抵御风险的安全感，今天学到的每一个技能都会在未来变成不可替代的竞争力，今天维护的每一个客户都会在未来决定你事业的天花板，今天锻炼的每一次身体都会在未来支撑你享受人生的健康。他们深刻地理解慢即是快这个反常识的真理。人生所有重要的结果都需要时间的发酵，就像酿酒，没有经过岁月的沉淀，永远都只会是辛辣的液体，而不会是醇厚的佳酿。所以，请允许自己慢下来。当你发现一个行业有机会时，你可以去学习和了解，但没必要立刻就辞职下海。当你听说哪个领域赚钱容易时，首先要做的是去伪存真，了解真实的情况，而不是偏听偏信。请把你的生命当成一个花园来经营，而不是一个战场来攻占。在花园里，你需要做的是播种，是灌溉，是守护。你不用掐着秒表计算花开的日期，你只需要享受这个过程，静待花开。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也最残酷的裁判，它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坚持播种的人，也终将把那些只想着投机取巧的人淘汰出局。愿我们都能成为一名耐心而坚定的园丁，在自己的人生时区里不慌不忙，种下希望，静待花开，最终收获一个硕果累累的秋天。